特工任务中，王阳饰演的周哲一查到了乌鸦的身份，就是哲月的员工施奇。他当然想着杀人灭口，毕竟哲月泄露个人隐私的事情，一旦暴露，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因此于先生授意张老板去和周哲一接触，他负责具体的消灭证据的任务。但是最近业务在金海的势力遭遇了重大打击，尤其是萧逸暴露之后，王丽坤饰演的张老板处于独木难支的地步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已经无法继续执行任务了，所以他没把饭，就让居酒屋的男员工去施奇的家里销毁证据去了。但整个过程可以看出，这位半路出家的间谍显得极其不专业呀。这也预示着张老板已经被业务所抛弃了，正在被榨干剩余价值，他的结局可能要比萧逸还要惨。这位居酒屋的男员工肯定不是间谍出身，他一开始就是个普通的打工者，但长时间和张老板接触，逐渐有了爱慕之情。张老板是什么人物，自然清楚他的心思，所以略施小计，他就可以轻松拿捏男员工，并且逐渐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下线，替自己办事。但说到底，这位男员工是半路出家，根本就没有得到间谍的系统培训，所以他去施奇家的时候简直就是漏洞百出，跟萧逸相比就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他先是进门前就没有戴手套，一开始以为他是手指上涂了胶水之类的东西掩盖了自己的指纹，但后来他在施奇家里又戴上手套了，也就是说他心里清楚戴上手套可以避免留下指纹，可是早干嘛去了。更讽刺的是，他被施奇和吴曦堵屋里了，别说他差点就出去了，根本的问题是他没有时间概念，更没有危机感。别忘了施奇是被吴曦半路截下来，到车上聊了一会儿，一行人才回的家。如果说当天施奇没有被吴曦拦下，他早就回家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位男员工的行动没有时间规划，就是毫无预案的潜入施奇的家。估计张老板只是教会了他如何销毁证据而已，其他的都是他的个人习惯行为，所以他才会被抓。如果换作是萧逸，绝对不会被堵门口。可以说丽坤饰演的张老板身份特殊，男员工是居酒屋的人，他要是被抓，张老板难逃嫌疑啊，因此他不能被抓。结果呢，他干净利落地被高天阳摁倒在地了，没办法，他就是个不专业的间谍下线呢。张老板手里但凡是还有人可用，他都不会用这位男员工的。这暴露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张老板已经被抛弃了。王丽坤饰演的张老板一出场就是金海间谍组织头目的设定，可是如今呢，那些下线死的死，坐牢的坐牢，他没人可用了。幕后老大于先生没有给他增派人员的意思，这是不是说他已经被抛弃了？可能于先生在金海已经培养起另外一条线了，随时准备顶替张老板这个没有挽救必要的残留势力。对于一个弃子，没有任何投入资源的必要，剩下的就是尽可能榨干张老板的剩余价值，之后找人杀了他，彻底断了这条线。所以后面张老板的处境就很困难，上级一直给他派任务，但他能够得到的支持太少了，最后他只能让不专业的男员工去销毁施奇手上的资料了，结果仓皇被抓，他要溜了。但张老板应该想想萧逸的结局，他这样的人一旦暴露，没有安全撤离的可能，间谍组织没有心思去投入精力解救一个已经暴露没有利用价值的人，所以张老板的结局只有死路一条。他可能会挣扎，但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，除非他直接自首。但问题是他现在还不敢自首了，在他的认知里，高天阳已经叛变国安了，他要是去自首，会不会被高天阳灭口？而且业务不会让他自首的，他知道的事情比萧逸还要多，他要是自首，破坏力比萧逸大得多。别的不说，周哲一的身份，业务是不能让国安知道的。所以一旦确定张老板暴露了，那就是不是一个杀手追杀他的问题，而是多个杀手分批次第刺杀，饱和式的刺杀模式，确保他一定活不成，能给他留个全尸，就是对他的恩赐了。